高空抛物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如果抛下来的是一个长6.1米、粗0.3米、重8000公斤的乌棒的话，那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了。谁有可能会像这样往下抛呢？美国至少他曾经这样想过。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本应该锁死在科幻小说里面的超级武器。说起来很有意思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由一个科幻作家最先提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杰里普内尔，计划的名称叫做雷神计划。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他呢，还是一个在波音工作的研究员。估计他很快也就意识到自己的脑洞更适合写科幻，而不是搞研究，所以就转型了。说回到雷神计划本身啊，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呢，实际上是有历史背景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在变得越来越热，不管是太空竞赛还是军备竞赛，双方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一击必杀，直接把对方摁在地上爬不起来。所以洲际弹道导弹越射越远，核弹头的当量越来越大，侦察机和战略轰炸机也是越飞越高。为什么不再飞高一点，到地球外层空间去部署轨道武器呢？谁还能难得住我？但这谁都能想到，对吧？你去我去，大家都去把核弹往上搬，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107个国家坐在了一起，紧急签署了一份外层空间条约，禁止所有人把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上，算是最低程度的确保了地球不会被人类给玩毁掉。但美国人其实是耍了一个小聪明，条约禁止核武器，但并没有禁止我放一个甚至连常规武器都算不上的电线杆上去吧。所以雷神计划里面出现的武器呢，就正如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一根根长得像是电线杆的乌棒，它们被捆扎在一起，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在近地轨道上围绕着地球旋转，而且只需要在一个轨道上部署6到8个这样的箭篓子卫星，就可以确保在15分钟内对任意一个地面目标发动进攻了。那么这些不带炸药的乌棒到底威力如何呢？根据美国空军在200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啊，当运行速度为8公里每秒的乌棒从轨道上释放之后呢，即使穿越过厚厚的大气层并损失掉大部分的能量，仍然会以差不多10倍的音速撞上目标，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我们拿公式来算一下，就能够体会到这股骇人的能量了啊！1K 等于1/2 mv 平方，这里的 m 质量大约是8000公斤，速度 v 大约是每秒3000米，算下来就是3.6乘以10的10次方焦耳的能量，相当于8.6吨的 TNT 当量，造成的破坏相当于一场正常发挥的龙卷风，或者是一枚小型战术核武器，毁掉一艘船、一座桥、一栋楼和一处地下核设施都是绰绰有余的了。而且由于它发射隐蔽，速度又快，所以几乎是没法预警拦截和击落的，简直称得上是一件完美的武器。你看，又完美又不违反国际协定，那为什么雷神计划迟迟还没有上天呢？其实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确是非常认真的研究过这个计划的，甚至已经准备好要开发相关的卫星系统了。但怎奈那个时候发射1公斤重的载荷到轨道上去都代价不菲，更不要说是一个8吨重的载荷了。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根，要是一捆再加上必要的飞行和控制系统，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但你肯定还是很好奇，这样无法想象到底是无法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来算一下就知道了啊。作为对比呢，我拿现在报价最低的猎鹰9号同史上最贵的土星5号进行对比啊。猎鹰9号单次发射的报价是6200万美元，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是63.8吨，在一点也不浪费的情况下，每吨的发射费用就是97万美元。再来看土星5号，我查到的单次发射费用是1.8亿美元，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是118吨，平均下来每吨的花费就是153万美元。但是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元，要是放在现在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不同时期美元跟黄金之间的兑换价格来估计一下，结果就差不多是等于现在的4500多万美元。这还只是发射1吨上去的开销。在这张概念图中，一捆钨弹的数量是12根，也就是说光这些钨弹本身就重96吨了。在上个世纪至少需要43.2亿美元才能发射这样的一个卫星上去，成本的确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如果放在现在呢，如果拿猎鹰9号送他们上去呢，就只要9300万美元左右了，而且这还是被埃隆·马斯克赚走了30%之后的费用。如果埃隆·马斯克不是更爱人类，而是更爱国的话，完全是可以给美国空军打个7折的。所以我们的头顶上真的就没有这玩意儿吗？
好吧，即使现在没有呢，未来也可能有；即使未来没有这个，也有可能有那个。那个是什么？是天基激光武器。有报道称啊，美国正在研究2种基于轨道的定向能量武器，一种是可以用来防御敌方来袭导弹的兆瓦级激光武器，另一种是可以发射亚光束离子的离子束武器。想到早在2003年，美国就把一台兆瓦级红外线激光器装在过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47的头部了。我觉得他们还真是有可能在2023年实现天基激光武器的在轨实验呢。而且这次又不违反1967年签下的保证书。我在想啊，这保证书是不是就是美国人自己起草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